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61.88，收盘价是160.31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5.49，最低价是在158.93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8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.17 倍量增。KD 值，开口增大，双线是继续上行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。MACD 开口缩小，双线是下行，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5月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倒垂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止跌反弹后的横盘中。倒垂线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在相对高的位置，那么后续股价将会转折向下。那如果后续股价的收盘价跌破了这根倒垂线的最低呢，将会确认这个转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倒垂线看作是在相对低的位置，那它又是一个转折向上的信号 K 线。如果日后股价的收盘价站上它的最高，那将会确认股价将会转折向上。因此我们从 K 线信息上解读后续股价的走势也就是说是不确定性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5月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58。另外一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会在164。实际在5月2日收盘价是在160.31，出现了横盘向下。那我们预测的下行收盘价在158，虽然和实际的收盘价点位相差不大，但是呢本质不同，实际的收盘价仍然处于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所以我们会把它称为是横盘向下，而不是出现下行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日后股价的走向仍然具有不确定性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那对于5月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如果上行，它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0，站上170的目标就是要确认止跌。因为4月20这根 K 线它是第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，所以它的最高170将是后续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如果站上170确认了这个止跌信号，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92。192是重新建立多头趋势的标志。那在到达192之前呢，20日均线值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，也是一个强压力。目前在5月3日，我们测算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173附近。好，这是股价上行的两个目标。
股价如果下行，那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52，跌破152的目的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头低，然后底低的这样一个空头趋势，所以下行的目标就是要维持这个趋势。那如果152被跌破，将会出现进一步的下行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38，138是1月25日这根起涨 K 线的最低。好，这是股价下行的2个目标。那对于5月3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的是5日均线值。我们调整这条水平线到162。好，那162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上限。那它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161，对，就是在这个区域。所以在5月3日盘中，我们关注5日均线值的上限162。关注它的目的就是说，股价只有继续维持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呢，我们说上行的可能性才会增大。如果股价维持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运行呢，那我们说股价应该会向下的目标要测试152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目前我们在4月27日收盘价160这个位置进场，有一个强反弹的持仓。如果在4月28日165这个地方，或者在5月2日165这个地方没有获利出场呢，那仍然是持有的。那在前一期视频我们说5月2日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反弹要准备做多的持仓，它的止损位是158.5。那在5月2日收盘价并没有跌破这个止损位，所以应该还有持仓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的话。那到了5月3日，止损位我们要从158.5下移到157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守4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止损位。那我们把止损位降到这个位置的目的呢，就是说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在5月3日收盘价不能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那有可能会回踩这个最低或者甚至更低的地方，但是收盘价呢应该是收在这个4月28日这根 K 线最低的上方。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股价继续向上的这么一个叫做基础。但是如果股价一旦跌破了4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呢，那我们认为会有进一步的下行，所以我们把止损位由158下调到157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操作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5月3日开盘之后，会有空单进场。我们会看到，在开盘之后一直到上方的162这个水平线，也就是在这个区域会有大量的空单进入。那他们的目标是下方这个缺口的下沿是146，那他们的回补位是上方的170，也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叫确认止跌的信号这么一个点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再来看
5月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161到162，这是第一个压力位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66，也就是前高附近，我们会看到是多个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的最高都集中在166附近。实际上我们会看到，在5月2日的盘中，股价也是冲到了这个位置，然后又被压回到现在的收盘价。所以第二个压力位是166，第三个压力位是170到177，是上方的缺口，其中173缺口的中线是强压力。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，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157，就是4月2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第二个支撑是下方的缺口152到146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5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9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66，收盘会收在162附近。也就是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上呢，股价会依然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好，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如果是横盘向下，它将是低开盘，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5。上方最高会到达160，那收盘会收在158附近。那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6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横盘向下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5月3日股价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